嘿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啊？那些真正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，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反而是咱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那些数不清的小事。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听起来简单，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话题，在小事上忠心到底有多重要？路加福音里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咱们今天整个分享的核心了。他说的特别直接，你想看一个人的品格到底怎么样，别光看他怎么处理大事，关键得看他在那些没人注意的小事上是怎么做的。这就像一个人的品格 DNA， 对吧？细节里见真章。但问题就来了，我们心里总有个小声音在悄悄地说，哎呀，这只是件小事儿，没关系的啦。这种想法就是一种欺骗，它会让我们觉得小事儿嘛，无所谓，然后就轻易地忽略了它们。那忽略小事儿，后果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别急，历史会给我们答案。咱们就一起回到过去，看看那些因为一件小事儿，最后掀起滔天巨浪的例子。咱们就从最开始说起，亚当和夏娃他们面对的第一个考验，说实话听起来简单的不得了，不是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的大任务，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指令，只跟一棵树有关。创世纪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你看多明白的指令啊，对吧？就是一种果子，别吃就行了。可结果呢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失败，却为一场巨大的灾难打开了大门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，有人可能会说，这都是几千年前的老故事了，跟咱们今天有啥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就拿咱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吃来说，这够小的事了吧？可是有多少人就是在饮食这件小事上不忠心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想吃啥就吃啥，完全放纵自己的食欲呢？而且你别以为这只是普通人的问题，就算是伟大的领袖，也一样要面对小事的考验。咱们再看看摩西，他那么了不起，带领整个国家的人，对吧？可最后呢，就因为一次急躁的言语，竟然被拦在了应许之地门外。诗篇里就记录了这件事。他们在米利巴水与耶和华争闹，惹了他的灵发怒，摩西的嘴说了急躁的话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急躁的话。就那么一瞬间，他没控制住，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反面例子，咱们是不是得看看正面的？既然在小事上失败代价这么大，那在小事上忠心又会怎么样呢？咱们换个角度，看看成功的榜样。先知以利沙的故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对比。他的起点跟咱们想象的英雄出场可完全不一样，是从一件非常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是卑微的任务开始的。他的任务是啥呢？就是给先知以利亚倒水洗手。你想想，这事多小啊！但是他就在这一件小事上证明了自己的忠心。结果呢，正是因为这个，他在为后来那个更伟大的呼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了，为什么咱们总是不自觉的就看不起这些小事儿呢？咱们得好好聊聊这种只想着做大事背后的那种骄傲心态。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会有个错误的想法，觉得我得干点大事儿，得参与到那些重要的宗教工作里，不然我这辈子就没啥用了。但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是在每天的生活里忠心，不管是在地里干活，还是照顾孩子，还是做家务，这些恰恰是在为真正的大事儿做准备。也正是在这些事儿上，我们的价值才被证明出来。所以你看，那种总想着做大事儿，想着去指挥别人，发号施令的冲动，说白了就是骄傲的心在作祟。而且这种心态的后果是很可怕的。一开始你只是觉得自己才能没被赏识，慢慢地你就会变得不开心，很忧郁。时间一长呢，这些负面情绪就会越积越多，最后甚至会拖垮你的身体，变成慢性的疾病。咱们得明白一个事实，生活里的每一个举动，不管多小，它都有影响力，不是产生好的影响，就是产生坏的影响，没有中间地带。那么咱们该怎么做呢？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但要带着一颗伟大的爱心去做。别再总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干大事了，不如问问自己，
我能把眼前这件小事儿用爱心做好吗？